小姑是个超级绿茶，好吃懒做，不上班找我茬，爸爸和奶奶却把她惯成大小姐。她至今未婚，却天天阴阳我没对象，是不是没人要了？处处针对我。闺蜜听说后，兴奋地买了去我家的车票，走，带我回家。好久没见过味儿这么正的绿茶了，手痒。从我70起，我姑姑就不喜欢我，她比我大12岁，今年未婚。奶奶快50岁才有了小姑，对于妖女疼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娇生惯养着，还要求我爸也必须宠着她。宝珠从小没有父亲，长兄如父，你可要把她当女儿宠着。但从名字宝珠就能看出来，她有多受宠。她没有正式工作，30多岁了，还在伸手问我爸有钱花。可偏偏爸爸和奶奶都惯着她，把她宠成了公主，好吃懒做，本事没多少，嚼舌根的功夫一个顶仨，尤其是爱跟我作对。我爸我妈结婚晚，在我出生之前，确实是把小姑当成自己孩子看待的，极其疼爱。我出生后，爸妈的寻思自然要分一些给我，大概是从这个时候，他开始看我不顺眼，处处跟我争，跟我作对。小时候他偷家里钱让我背锅，我只是想让星星也能吃上糖果，这样他就不会抢别的小朋友了。我那时候还小，分不清好坏，觉得小姑姑是真心喜欢我，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她的身后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逐渐意识到，小姑其实并不喜欢我。高中的时候，妈妈给我买公主裙，小姑嫉妒我，在我爸面前给我穿小鞋，小小年纪就这么花枝招展。每像我们那个时候，上学就是好好学习，心情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我爸气得剪了我的裙子，拽着我去理发店剪了男生头，还抽着皮带打我一下午，我妈都拦不住。大学期间学会化妆，暑假会穿的剑露腰短袖化了个美美的妆，刚进家门他就冷嘲热讽，穿这么暴露，该不会是学化了出去卖了吧？不像我老老实实在家里。我爸二话不说，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不准我出门。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反抗过，可不管我怎么解释，爸爸都认为我在找借口，再加上奶奶偏心自己女儿，在一边煽风点火，不管是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尽量减少回家，只在过年走过场，还没放假，爸爸就已经开始打电话催我回家。星星，你这么大了还不谈恋爱？你姑姑说她有个朋友的弟弟单着，条件不错，你回来去认识下。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，爸爸紧接着堵我的嘴，你看你姑姑多疼你，上个月你朋友圈的那只包你姑姑喜欢，你带回来给她背，爸。可是我话没说完，电话那头就已经掐断了。打开朋友圈，放到上个月的朋友圈，有一张是我跟闺蜜林瑶一起喝下午茶的日常更新，照片里我提了个香奈经典手袋，生日时林瑶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苦着脸把这件事告诉林瑶，林瑶兴奋极了。提起林瑶，她的情况比我复杂多了。作为临时继承人，她从小不仅要接受经营教育，还要学会手撕绿茶、智斗小三、去负流子等技能，因此她练就了撕逼的顶尖战力。当初听她讲自己的经历时，我觉得小说里的豪门剧情都保守了。大学刚开始，她就将嚣张跋扈大小级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一开口就是你的床位，本小姐看上了，卡里10万你顺便收拾干净。语言的艺术在此刻得到了升华，尤其是在10万的金钱 buff 之下，原谅我是个土狗。于是我成为他的头号狗腿，前几10年兢兢业业，这都是我应得的。林瑶出手就是爱马仕、哭泣，时不时还穿插着黑卡资助。天涯路，谁能拒绝富婆的诱惑？原本我是为了钱，大学以后，爸爸在小姑的耳边封下，说是培养我独立，除了学费，生活费靠自己兼职。心里糊涂之下，我们竟然真的成为了好闺蜜。可林瑶才不是小说中的傻白，偏大小姐，她是朵黑心莲花。毕业后我还在打拼的时候，她就跟联姻对象结婚生下小土豆。稍微孩子后，她设计对方爱上了平民苦小莲花，净身出户去负流子，成功继承了来自婆家公司的股份和金钱补偿。随后她让我做她的助理，每天就是陪她吃吃喝喝，享受生活。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千金小姐的生活吗？真的太苦啦！当听说我小姑又看上她送我包后，林瑶眯着眼睛笑了，脸上带着好久没见过的兴奋。这熟悉的茶味，熟悉的配方，自从我继承了我爸的公司后，再也没有感受过了。简直跟我爸那小3、小4、小5、小6的手段如出一辙瓦。我正准备向他请教如何撕逼，他大手一挥，纸上谈兵中绝浅，现场教学效果正好。最近我在教小土豆如何撕逼，还在发愁没有现实案例。走，带我回家，好久没见过这么正的绿茶，手痒。于是我们3人踏上回家的路，我有预感，今年家里必定有一场好戏看了，小姑可能要折在林瑶手里了。但没想到2个人一见面就掐上了。我家距离不远，1个小时的高铁，开车的话2个半小时到。大小姐开车中午出发，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。进门的时候还发生了的小插曲，家里的密码锁换了，我设好多遍没打开，无奈之下给我妈打电话，你小姑在家，她没给你开门。我无语，小姑是没有自己的家吗？天天住我们家是怎么回事？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下来，我猜妈妈是避开爸爸，去了安静的地方。谢谢你这话别让你爸听到，我跟你说密码。妈妈支支吾吾的说了前因后果，原来小姑嫌弃大门密码不好记，就换成了自己的生日。我爸我妈辛苦买的房子，最后用了我小姑的生日做密码，关键是我爸还同意了，我的心底瞬间涌上一股郁气。电话那头妈妈语气无奈，我不想她为难，挂了电话输入密码进了门，一进门就看到小姑穿了一个性感低胸睡衣坐在客厅里，看到时我撇了撇嘴，还是阴阳怪气，表达不满。大忙人还知道回来，1年到头见不到人影，竟没有谈个有钱的男朋友，又没有挣几个钱，怎么有脸回来的？我放下手里的行李箱，招呼林瑶牵着小土都进门，爸妈都不在家，谁会惯着这个老绿茶呀？白脸演小姑，不咸不淡的对了，回了去。
小姑娘30多岁还单着，没工作没男朋友，都还活得好好的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回来的？她在家做一做服管了，谁都让着她，对我一顶嘴，脸色瞬间就不好看了，斜着眼在林丫和小土豆身上扫过，撇了撇嘴，一脸嫌弃，这么小都有小孩了。然后话锋一转，阴阳怪气，小小年纪，孩子都会走了，也不是什么正经人，前行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？我炸了，说我没关系，说林瑶不行，我的闺蜜只能我来欺负，我瞬间怒了，放下行李就想扑过去，给她几个耳刮子，叫她做人，哪怕待会儿爸妈回来不认我。林瑶拽着我的手腕，冲我摇摇头，我才意识到，这可是林瑶啊，神经百战的林瑶啊，她可不是个软柿子。小姑这次踢到铁板了，只见林瑶笑隐隐，定定的看着小姑，阿姨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还没成家，是身体有什么隐疾吗？一句话踩中小姑两个雷区，不仅年纪大还有病。我毫不客气的笑出声，小姑的脸色更差了，可林瑶可不会管，她语气娇嗔，阿星，阿姨有病也不早点说，我家有医院专门治这个病的。你这个小姑气得差点跳脚，可怜药压根没给她机会，下一秒她眼中笑意消失，隐隐带着威胁 S 市的8月阿姨您听说过吧，专门治你这种脑子不好使力不清的人的，我后妈还在里面呢，你进去了应该能和她成为好朋友呢。语气太过危险，竟然把小姑正着了，她留下一句，等你爸回来有你好看，然后躲进了房间。第一回合小姑完败，兵不血润，我冲着林妖竖了的大拇指，漂亮，但如果小姑是这么简单就能打败的，我也不会这么憋屈了。我爸在家的时候，他装柔柔薄同情，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，实则处处给我穿小鞋。大学有一年，我过年回家，身上没钱买高铁，就坐了整夜的大巴车，路上的颠簸，加上车上各种味道的混合体，根本睡不着。第二天，我顶着熊猫眼到家倒头就睡，看到客厅太乱，还忍得困意打扫了一遍。没想到爸妈问起我的时候，小姑不仅霸占我的功劳，还抓住机会说我坏话，心情可能是太累了吧，回来就睡着了，不像我，天还没亮就起来做家务，真羡慕星星，有爸疼爱，回家就能倒头就睡。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父亲疼爱，所以寄人篱下，还要打扫卫生。那天我是在爸爸巨大的串门声动醒来的，还没缓过来劲，就被拉着跟小姑道歉。我反应过来，冲过去给了小姑一巴掌，钱保住你个傻叉，我招你惹你了。我 CNM 闹剧以我爸的串在我胸口的一脚结束。从那以后，我彻底明白，在我爸面前，我永远不是第一位，小姑才是。全家只有妈妈是为我煮香，可她的性子太懦弱了，当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，在家的话语权逐渐丧失，再加上奶奶一直嫌弃她这么多年，就生了我一个女儿，婆家的长期婆，让她一直抬不起头。她虽然心疼我，可也做不了什么，不会反抗，也无力反抗，我爸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伤心之余，我在心里暗暗决定，等大学毕业了，就脱离这个家。我爸不在家的时候，他联系都懒得演，对于他的讽刺，我要么直接回怼，要么当作没听见。即便如此，等我爸妈回来，他也会明里暗里告状。果然1个小时后，我爸买完菜刚到家，小姑极为凑巧的提着一个行李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眼圈红红的，好像受了欺负一样。我爸赶紧拦住他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小姑说了肩膀，委委屈屈的抽泣着，也许星星说的对，这个家里我就是个外人，我年纪大还不成家，拖累了哥哥一家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没有我，哥哥应该过得很幸福吧。我知道星星不喜欢我，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为星星多想，她年纪大了，还没有男朋友，难道也要像我这个没用的小姑一样，30多岁还没有成家吗？说完，她那眼蒙蒙的抬头看着我爸，哥，我走好了，这天下总有我的容身之所，大不了我去妈那里。急急，我爸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青了，眼底成板怒意看着我，正准备开口说什么，闺蜜带着小土豆从卫生间里出来，看着小姑梨花带雨的模样，一脸懂事的，伸手接过小姑手中的行李箱，阿姨怎么这么客气？知道我来立马腾出了房间，我都说了，我跟小土豆在星星房间地上积极就行了，还是阿姨心疼我，我真是太感动了，怪不得星星跟我说，家里最喜欢的人就是小姑了，小姑你真的善良，我哭死。我在一旁目瞪口呆，这尼玛神展开，说着林瑶感动的抹了抹眼角并不存在的泪花，我怎么能辜负阿姨心意呢？小土豆快谢谢奶奶。小土豆在一旁甜甜的笑着，甜甜腻的开口，谢谢奶奶，奶奶真好。林瑶和小土豆一唱一和，张口就来，一口一句阿姨，把小姑喊的脸色都降了，随便一句话就把小姑架得高高的，就连我爸都迟疑了，保住你，大概是小姑平时善解人意的人，设立的深入人心。我爸竟然没有怀疑什么就信了，甚至还觉得这真的是小姑太善良，担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小姑一口银牙都快咬碎了，却又不得不顺着杆子立下善良人设，是有这么一件事，但更多的还是因为星星不喜欢我，我又何必在这里讨论厌呢？说着他委屈的落下一行清泪，配上他精心画的楚楚可人的妆容，看着更惹人怜惜。眼瞅着我爸又开灯窝，在旁人看不到的角度，林耀背后伸出手冲我打着手势，我愣了下，立马会意，低头委屈的缩了缩肩膀，想遍着辈子所有难过的事，在抬头时，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。我怎么会不喜欢小姑呢？从小到大，爸妈不在家的时候都是小姑照顾我。说着，我语气肯定的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姑了。果然，爸爸的神色缓和了下来，小姑却急了，你放屁！说完，他像是才意识到什么一样，低下的头。他在我爸面前向来都是温柔懂事的模样，这种粗话从来都没说过。我爸也正是觉得他性子软，才处处偏向他，揭开温柔的面具。老绿茶藏不住了，为了掩饰纯洁的笑意，我低下头假装伤心。
我最喜欢的就是小姑了，我只是担心小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就问了句她最近的感情情况，没想到小姑误会了。我爸大概也没想到事情这般展开，看看我又看他小姑，准备和稀泥。既然这样，他话还没说完，小土豆一脸惊奇的大呼：妈妈，这个箱子好轻啊，你看小土豆都能提起来。林瑶试探的单手拎起行李箱，然后疑惑地看向小姑，阿姨，你是不是忘记收拾东西了？小姑只是拿个空行李箱装样子，没想到被当场戳穿，神色彻底僵在那，支支吾吾好半天没开口，还是林瑶解的围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阿姨刚刚收拾太急了忘了，没关系，这一会时间我还是能等的。说着，将行李箱推到小姑面前，善解人意的让小姑回房间收拾。小姑骑虎难下，回房间装了东西头也不回得出了家门，就连我妈提议给她叫车她都没理，只是走之前狠狠地动了林瑶和我一眼。我爸已经被小土豆豆的连连发笑，看到这一幕有些疑惑，你小姑甚至看着不太开心。林瑶拍了拍我的手，率先开口，叔叔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小姑跟我关系最好了，还特意腾出房间给我住呢，神痛的关系最好了。林瑶你真是睁眼说瞎话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小姑灰溜溜的提着行李箱走了，那背影真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，没了小姑在，家里的氛围明显轻松了些。林瑶带着小土豆直接打入我爸妈内部，我去收拾房间的功夫，小土豆已经爷爷奶奶叫了起来，爸妈笑了满脸褶子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其实小姑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家也不是时时刻刻剑拔拔张，爸爸虽然对我严格，倒也不至于是非不分，一旦碰到小姑和奶奶，他就跟失了智一样，看我哪不顺眼，在我看来就是愚孝。可每次我试图跟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他就梗着脖子跟我比谁大声。你奶奶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能过几天书仙日子，你小姑从小被我们惯成这样的，她本性不坏，你忘了你小时候都是她带你玩了。我撇撇嘴，是带着我玩的，可哪次背锅的不是我，哪次挨打的不是我。爸爸大学毕业就进了税务局，作为公务员，官场上的人情世故可比家长里短要多得多。我不信小姑拙劣的演技爸爸看不出来，他只是下意识的偏心和稀泥，在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之间选择让自己的女儿受委屈。所以尽管他嘴上说着大学只给我交学费，每次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，他都会让妈妈以各种理由给我转钱。这也是我至今狠不下心割舍亲情的原因。我的目光落在正在和爸爸说着话的林瑶，心里忽然涌上些莫名的感觉，或许也不是不可能。清静了没几天，奶奶带着小姑敲响了家门，一进门就瞪了我一眼，我不甘示弱的回瞪回去，随后劝林瑶干脆去酒店住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林瑶却笑得一脸惊喜，真的吗？小姑又来陪我玩耍了。这几天中无聊，还以为你小姑就这点战斗力呢，没想到绿茶他妈带着绿茶一起来了。最后他伸手将还在玩玩具的小土豆抱在怀里，小土豆是不是也想跟奶奶一起玩呢？我顿时惊恐，平日里乖巧可爱的小土豆，此刻脸上带着跟林鸟如出一辙的惊喜，看得到我头皮发麻。奶奶是来劝我去相亲的，小罗家庭条件殷实，就是有点壮，有一点点胖，但是胖点有福气，1米8的大高个，长得精神，人还很老实，就是情商低不会社交，别的不说，孝顺听话。奶奶笑得满脸褶子，以你能看到眼底的不怀好意，这么优秀的人，不介绍给小姑介绍给我。我正准备反动回去，小土豆拉住我的衣角，点开某音的视频，声音传进了在场每个人耳朵里。过年相亲有哪些套路？有点胖等于200斤打底，大高个1米8等于个子有点矮，只有165，长得精神，人还老实，就是说长得帅，玩得花，天天晚上不着家，孝顺听话，就是八宝男。没说一句，在场的几人脸色就精彩几分，每句话都跟奶奶对上了。被一个小孩子下了面子的奶奶，气得声音都大了，转头将矛头指向我，从小都不学好，长大了教一些互喷狗友，我看你就是学坏了。说着就伸出手招呼我脸上，手还没碰到我身上，林耀就扑了上来，一把推开我，假装挨了一巴掌，摔坐在地上。在爸妈的角度看来，好像是他被奶奶打到地上一样，肯定巴掌我看得清楚，根本没落在身上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到林耀隐忍的啜泣声。虽然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战斗力，但他的眼泪真的说来就来啊。我知道我们孤儿寡母的在哪里都不招人喜欢，可孩子爸爸在他出生那年就没了，为了救一个90岁的老奶奶，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，牺牲大了，不知道前夫哥的后背有没有发凉。我有罪，我就不该活着。我平时工作太忙，以为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就好了，我没有亲人了，阿星看我可怜，让我跟他们一起过年。奶然说的对，我不配待在这里。小土豆，我们还是回我们自己的家吧。要不是林瑶的表情太过做作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奶奶不可置信张的嘴，我根本就没打在爸爸向来爱面子，就冲着林瑶来家里做客，带的好烟好酒，他都不会让家里的客人在家挨打。只见他脸色白了又青，我猜测他距离爆发不远了，悄悄冲着林瑶眨眨眼，干得漂亮。林颖后掉掉眉，然后继续发挥演技。只见他抹了把眼泪，脸上带着牵强的笑，抱着小土豆起身，冲着我爸妈鞠了一躬，谢谢叔叔阿姨，这几天我很开心。说完就回房间拉着行李箱出来，小姑的目光落在箱子上，像是发现了什么隐秘一样，兴奋的叫出声，她在演戏，她的箱子里没有东西。说完就上前去开行李箱，她哒了一声，箱子里的衣物洒了一地。我也是满脸惊奇，小姑的脸色僵了，爸爸的脸都被他们丢尽了。呼的，爸爸一巴掌甩在小姑的脸上，你闹够了没？大过年的非得整出点事不行。说完他扭头冲着奶的抱怨，妈，宝珠真是被你宠坏了，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说完又补充一句，宝珠现在越来越不懂事了，这么大了也该成亲了，好好出去相个亲吧。
既然您口里那个小龙那么好，为什么不介绍给小妹？小姑不可置信的摇着头，眼中含泪，楚楚可怜的看着我爸，我爸头也不回的回卧室睡觉去了。糟心吧，有这么一个妹妹，我也糟心。事后我问林瑶，我当时真怕行李箱里是空的呀。我也怕，那为什么？福至心灵，我和林瑶一起看向趴在地板上玩寂寞的小土豆，他似是察觉到我们的视线，抬头甜甜一笑。那一刻，我们见证了绿茶界的未来之星在缓缓升起。事后，我爸不知道在哪看到了小罗的照片，回来的时候一脸铁青。林瑶悄秘密的告诉我，他安排了人偷拍了小罗的照片，重金收买爸爸单位的同事，拿着照片去问我爸。同事问老张，这是你未来女婿？照片里的人横竖都分不清，像一个饼一样。我爸一脸问号。同事又接着问，这小罗虽说家里有点小钱，可孩子都多大了，你就算再不疼女儿，也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呀。我爸最爱面子，立马否认。下班后拿着照片就去了奶奶家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听说他走以后，小姑和奶奶抱头痛哭。得到消息的我心情瞬间大好，晚上吃饭都多干了2碗，喜闻乐见。我们家拥有了相当一段长时间的清静。当然在这期间，我和林瑶也没闲着。林瑶闲得无聊，后来神秘兮兮跟我说，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。我和林瑶过去了每天都出门血拼，不是买，就是指最近迷的生活，穿名牌背限量包包，一天要夸张的发上好几十条朋友圈，有时候生怕不能引起小姑注意，甚至还在夸张配文，这样的生活真的太爱了。没发几天，闲脚还发誓说这辈子都不会来我家的小姑，跟转的心里面往家里跑，眼珠子滴溜溜的，在林瑶的名牌包和首饰上转。林瑶笑得一脸深意，冲我点了点头，然后转头就让助理送来更多的首饰和更多的包包，然后当着小姑的面一脸苦恼的说，好烦啊，老公死得早，还留下了一大笔财产给我，我就算天天买名牌也花不完啊。终于小姑上套了，当天晚上小姑把我堵在厕所，要求我去偷林瑶的包包给她，你要是不去，我就把你被包养的事告诉你爸妈。我假装惊恐答应，实际上笑死了。之前小姑问我要钱，我说我被包养全靠金主给钱生活，没想到她真信了，我把林瑶早就准备好的假包送了过去。我相信以小姑这名见过世面的阅历是分不清真假的。小姑看着包包上的大 logo， 笑得一脸得意，背在自己身上不停地照镜子，一边照海一边翻手机通讯录找姐妹炫耀，自恋的模样让人啼笑皆非。人性是贪婪的，小姑的人性更经不起考验。没过2天，小姑又找上了我，要我偷林瑶的首饰给她，我假装为难，再三表示下不为例，然后把林瑶早就准备好的假项链送到她的手中。随后她来找我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从最开始的小首饰，到后来她的胃口越来越大，甚至从来没有怀疑真假，也没有怀疑过丢失了这么多东西的林瑶会发现。可见她的小姐妹也都是不识货的，每次她找我的时候，我就假模假样的为难拒绝，她就要挟我，要告诉林瑶说我偷她东西，反正每次都是你偷的，就算是报警，警察抓的也是你。小姑得意洋洋的笑着，我一边求饶，一边在心里冷笑，笑吧，趁着还能笑多笑笑。这样来回几次后，我哭着跟小姑说自己真的不能偷了，林瑶已经发现了。我跪下来求了好久，她才答应不报警。小姑，我已经没有朋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林瑶当然没走，她只是从我家换到酒店，临走之前还在交代我一定要控制情绪，别让人看你端倪。人一旦养大的胃口，很难有舍入俭难，尤其是你小姑，等她没有新的东西去姐妹面前炫耀，她的心里就会产生焦虑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人才算完了。果然，小姑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林瑶离开的第2天下午，小姑再次找上我，鱼上钩了。我兴奋的给林发了个 OK 的表情包。小姑旁敲侧击的问我林瑶的身份，我假装自己是知道一些隐秘，支支吾吾不肯说。我答应过她不能说，我急得快哭了。这个模样让小姑开始把林瑶的身份充满了遐想，然后她试探的开口，该不会是那些老板的二奶吧？我又假装惊恐，这副你怎么猜中的模样，让小姑脸上的笑意更深。随后在小姑的追问之下，我不得已坦白了，我口中的林瑶是某老板的情人，他们在酒吧认识，酒后顺水推舟谁在一起，忽略了细节，大肆在林瑶的奢侈生活上铺垫。小姑果然被唬得一愣一愣的。老板会有时间去酒吧，他老婆不管。小姑的智商总算捡起来一些，提出疑问，我理所当然的语气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小姑，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小三小四？要不然怎么说那些老板都在闹离婚？小姑眼睛都亮了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边向外走边打电话。我隐约听到他在问谁 S 是哪个酒吧逼格最高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小姑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我料想到小姑会出事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甚至都没等到我年假结束。妈妈焦急的跟我说，小姑被人打了，她在酒吧喝多了，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，第2天就被原配捉奸在床，原配捉奸全程直播，直播间的人数足足有10万加。尽管周间在关键时刻，直播间被封了，可耐不住有网友录屏发在网上，小姑火了，满世界都是她被周间时惊恐的表情包。爸爸这么爱面子的人，出门都要被邻居支持点点。小姑被打得中风了，也是她活该，在家里可老到35岁，不锻炼身体，也不注意饮食健康，经常大冬天光的腿，穿着清凉出门约会。她以为她还是年轻人吗？医生说她原本底子就差，走到这一步也在意料之中。小姑躺在病床上口外演习，奶奶照顾了她几天，就觉得太累了，请了个护工就回家了。奶奶的退休间寥寥无几，根本就不能长期支付她的医药费。奶奶让爸爸出钱帮忙，他摔着门说以后就当做没这个妹妹。恶人向来偿命，
没想到小姑竟然有了好转，她跟奶奶出主意偷爸爸的银行卡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知道了家里银行卡密码，小咪咪的把我爸多年的存款全糊弄走了。等我爸发现的时候，卡里就还欠了10块钱年费。我爸报警后才发现出了家贼，一气之下说还在医院的姑姑就是个小偷，偷家里的钱。姑姑向来自私，警察问话的时候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奶奶，我只是说哥哥家有存款，又不是我偷的。我妈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她还在茶言茶语。奶奶年纪太大，根本经不起折腾。我爸到底还是有些良知，撤诉了。只是从此后，他像是老了几岁一样，再也不逼着我妈在小姑和奶奶面前低头了。我专门去医院看了小姑，她躺在病床上，正在骂护工：“你轻一点，我请你来是伺候我的，不是让你休息的。”她把护工当成牛马，恨不得护工24小时不休息的围着她转。小姑一看见我，立马换了脸色，招呼我坐下，热情的要命。我记得上次这么热情，她转手就把我丢在了火车站，要不是我机灵，早就被人贩子带走了。他有事求我，果然，我刚坐下，他就殷切地看着我，星星，你还记得之前那些包包和首饰吗？就在我房间里，你帮我卖掉，我要换到这个护工。我假装为难地看着他，可能不行，然后在他期待的目光中，轻轻叹了口气，附身在他耳边轻语，小姑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那些都是假的呀，一个也就几10块钱吧，也就你把他们当成宝。然后在小姑尖叫声中起身离开病房，压在我胸口的那口玉气终于吐了出来，我的步子愈加轻快，毕竟医院门口，我的亲亲闺蜜等着我呢。翻来一日记，结婚后。我忽然发现，我对我选的这个丈夫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倒是在跟闺蜜张星星一起泡温泉的时候，我吐了好几口口水。我不会生病了吧？不能让张星知道我的心思。算了，先离了再说。哈哈，就知道院长老公逃脱不了，爱上灰姑娘这样的致命诱惑，他真的从没让我失望过。离婚大吉，有钱有娃有张星，人生圆满了。可看到他吐槽家里的糟心事，我真想替他出气。于是在他说的时候，我鬼使神差的说要跟他回家，他毫不犹豫接受了，心脏在狂跳。带我回家。他爸爸怎么跟老林一样拎不清啊？忽然就想起跟老林的小3、小4、小5战斗的那段岁月了。老绿茶是吧？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张欣终于笑了，还真开心。还好张爸爸跟老林不一样，他拎不清归拎不清，人还是自私的，有弱点就好，好拿捏。死老太婆居然给欣欣介绍这么个狗男人，太无耻了。什么？小姑提议的？好，这么玩是吧？那就都别蹦跶了，得结死。我就根本就没动脑子，小姑就被按在地上摩擦，星星的眼睛都亮了。我建议他就落井下石，虽然这样不太人道，管他干嘛？这时候不去痛打落水狗，以后还会有机会吗？星星出来了，脸上笑得更好看了。我家星星真好看，我激动下车，给他拉开车门。一旁的小土豆凉凉道：“妈妈，忍住，你表现太露骨了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还是没忍住，抱住了星星，小声在他耳边说：“欢迎获得新生。”然后在心底补充：“我的星星，全问完解。”